深秋的晚风裹挟着寒凉的湿气，吹得林家别墅庭院里的梧桐叶簌簌飘落。水晶吊灯的暖光透过落地窗洒出来，勾勒出屋内奢华精致的装潢，却暖不透林夕心底一寸寸蔓延的冰凉。今天是他和侯凯的订婚宴，是他期盼了整整2年的日子。可此刻，这场万众瞩目的盛宴正在一点点变成羞辱他的闹剧。林夕自小在林家长大，20年来，他一直以为自己是林家名副其实的大小姐。她性子温和通透，不爱攀比张扬，褪去豪门子女的骄矜，待人谦和，素来只想安稳度日，守着平淡的生活，拥有一份相守不渝的爱情。他以为温柔隐忍，知足常乐是最好的品性，却不知在趋炎附势的豪门圈子里，这份难得的平常心只会被视作懦弱可欺，一次次被肆意践踏打扰。宴会厅内宾客云集，衣香鬓影，觥筹交错，城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几乎尽数到场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舞台中央，等待着订婚仪式的开启。林夕身着一袭简约的白色礼裙，长发温柔挽起，眉眼干净温婉，气质清雅脱俗。她安静站在角落，指尖微微攥着裙摆，心底藏着对未来的期许。她看向不远处的未婚夫侯凯，那个她倾心相待、真心交付的男人，满心都是即将相守的温柔。可侯凯的目光从未落在他身上分毫，他全程侧身对着身旁的林媛媛，眼底是林夕从未见过的温柔宠溺。林媛媛是林家这些年收养的女儿，名义上是林夕的妹妹，自小就活在林夕的光环之下，心底早已积攒了无尽的嫉妒与不甘。她不甘永远活在林夕的影子里，不甘自己只能是依附林家的养女，更不甘温润优秀的侯凯，满心满眼都是平凡淡然的林夕。这些年，林媛媛表面上对林夕乖巧温顺，言听计从，背地里却处处挑拨离间，暗中抹黑林夕的名声，悄悄笼络林家上下的人心。林夕性子淡然，从不与人争抢，对这些小动作向来视而不见，置之不理。她始终觉得姐妹一场，不必斤斤计较，却没想到自己的退让与包容，最终换来的是对方得寸进尺的算计与背叛。此刻，林媛媛穿着一身华丽耀眼的红色礼裙，妆容精致明艳，刻意张扬的模样，俨然比正主林夕更像这场宴会的主角。她微微仰头，凑近侯凯耳边，语气带着刻意的娇柔与挑衅。凯哥，你看姐姐多冷淡，从头到尾都不主动理你，她根本就不在乎你。只有我，一直真心陪着你，惦记着你。侯凯闻言，眼底最后一丝对婚约的顾虑彻底消散。他本就看重林家的权势与财力，当初选择和林夕订婚，不过是看中林家正统大小姐的身份，能为自己的事业铺路。可相处日久，他愈发厌烦林夕的淡然平和，不喜他不争不抢、无欲无求的性子，反倒觉得活泼张扬、懂得讨好、迎合自己的林媛媛更合自己的心意。仪式主持人拿着话筒，笑容得体的开口：接下来有请准新人林夕小姐与侯凯先生上台，完成订婚仪式，缔结良缘。全场掌声雷动，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投向角落的林夕。林夕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底细微的不安，抬步准备走向舞台。可就在这时，侯凯却率先侧身，伸手扶住了身旁的林媛媛，牵着她的手，一步步走上了万众瞩目的舞台。喧闹的宴会厅瞬间陷入死寂，
掌声戛然而止，满场宾客面面相觑，错愕的目光在三人之间来回流转。林夕抬着脚步僵在原地，浑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冻结，指尖冰凉刺骨。他怔怔看着舞台上并肩而立的两人，看着侯凯温柔替林媛媛整理裙摆的模样，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，密密麻麻的疼意在胸腔里疯狂蔓延。侯凯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林夕的声音微微发颤，带着难以置信的茫然与委屈。侯凯居高临下的看着台下的林夕，脸上没有半分愧疚，只剩冷漠与不耐，语气更是极尽嘲讽。林夕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瞒你了，我从来爱的人都是媛媛，和你订婚不过是碍于林家的情面。你性子寡淡，无趣至极，整日一副无欲无求的样子，根本不懂我想要什么，也配不上我。林媛媛依偎在侯凯怀里，脸上挂着得意又虚伪的委屈，故作柔弱的开口：姐姐，对不起，我和凯哥是真心相爱的，感情的事勉强不来，你心性冷淡，根本给不了凯哥想要的温暖，就成全我们吧。一句成全，轻飘飘两个字，却带着最恶毒的挑衅。林夕看着眼前这对惺惺作态的男女，看着满场宾客戏谑嘲讽看热闹的眼神，心底最后一丝期许彻底破碎。他从未争抢，从未算计，只想守着自己的平常心，安稳度日。可偏偏人心险恶，从不给他半分安稳。他强压下眼底的失意，挺直脊背，清冷开口：好，我成全你们，这婚约我不要了。本是他大度退让，可落在侯凯和林媛媛眼里，却成了懦弱的妥协。侯凯愈发嚣张，当众放话羞辱：林夕，你别故作清高，离开了林家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也就我当初愿意迁就你，真以为自己有多金贵，除了我，没人会看得上你这种无趣的女人。字字如针，狠狠扎进林夕心底。还未等他开口反驳，脸色阴沉的林父快步走上舞台，不等众人反应，扬手一巴掌狠狠甩在林夕脸上。清脆的巴掌声响彻整个宴会厅，刺耳又响亮。林夕被打得偏过头，脸颊瞬间红肿发烫，嘴角渗出淡淡的血丝，脑袋嗡嗡作响，刺骨的疼痛伴随着巨大的屈辱，让他浑身僵硬。不知好歹的东西！林父怒目圆睁，语气满是厌弃。媛媛善良懂事，你身为姐姐，心胸狭隘，咄咄逼人，竟然还想争抢妹妹的爱人。我们林家没有你这么不懂规矩、不知廉耻的女儿。林夕难以置信地抬头看着从小疼爱自己的父亲，眼底满是茫然与寒心。他从未争抢，从未无理取闹，明明是妹妹背德插足，明明是未婚夫背信弃义，可到头来，所有的过错都成了他的不是。林母紧随其后上前，脸上没有丝毫心疼，只剩冰冷的淡漠。林夕，你太让我们失望了。这些年我们精心教养你，你却如此不识大体，远远比你懂事100倍。从今往后，你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。林媛媛看着狼狈受辱的林夕，眼底闪过一丝隐秘的得意，嘴上却依旧假意劝解：爸妈，你们别生气，也别怪姐姐，姐姐只是一时想不开而已。她越是这般乖巧懂事，就越显得林夕无理取闹。宾客们的议论声此起彼伏，嘲讽、鄙夷、同情的声音交织在一起，将林夕层层包裹，让她无处遁形。就在林夕强忍委屈，
准备转身离开这个让他窒息的地方时，管家匆匆走上前来，神色严肃地在林父耳边低语了几句。短短几句话，让林父林母脸色骤变，看向林夕的眼神彻底从失望变成了彻底的冰冷与陌生。林父深吸一口气，语气决绝，对着全场宾客沉声宣告：今天我便当众宣布一件事，林夕并非我林家亲生女儿。20年前医院报错，她只是阴差阳错在林家生活了20年的外人。轰的一声，全场彻底哗然。这个消息比订婚宴的闹剧更加劲爆，瞬间席卷整个宴会厅。所有人的目光死死锁定在林夕身上，震惊、诧异、鄙夷的目光扑面而来。20年豪门千金的身份一朝尽数破碎，原来他引以为傲生活20年的家从来都不属于他。林夕浑身一震，瞳孔骤然收缩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20年朝夕相处的亲情，20年的身份认知，20年的生活轨迹，在这一刻彻底崩塌。他嘴唇颤抖，声音干涩沙哑：爸妈，你们说什么？这不是真的。事实摆在眼前，容不得你不信。林母语气冰冷，没有一丝一毫的不舍。你的亲生父母家境普通，当年报错后一直苦苦寻你，如今真相大白，你也该回归自己原本的生活了。林媛媛适时露出恰到好处的惊讶与惋惜，心底却早已乐开了花。她终于明白，爸妈为何早已对林夕日渐冷淡，原来他们早就知晓了真相。这么多年，她这个养女竟然才是林家名正言顺、被父母偏心疼爱的孩子，而林夕不过是一个鸠占鹊巢的外人。姐姐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，你别难过。林媛媛假意上前安慰，却在靠近林夕的瞬间压低声音，用只有2人能听见的语气嘲讽：霸占我的身份，我的家人，我的人生20年，你也该还回来了。从今天起，林家大小姐是我，侯凯是我的，你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的。尖锐的话语彻底刺破林夕最后的防线。他看着眼前冷漠的养父母，背信弃义的未婚夫，虚伪恶毒的妹妹，看着满场落井下石的陌生人，心底积攒20年的温柔与平常心彻底被碾碎殆尽。原来他的不争不抢、温柔善良，从来都换不来善待。他的平常心在算计与恶意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，只能被一次次肆意打扰，狠狠践踏。既然我不是林家人，那我即刻离开，绝不拖累林家半分。林夕挺直单薄的脊背，强忍眼底的泪水与心底的剧痛，声音清冷坚定：但今日你们所有人施加在我身上的羞辱与委屈，我林夕记下了。他日我若翻盘，必定100倍奉还。话音落下，他不再看众人丑陋的嘴脸，转身昂首挺胸，走出奢华冰冷的宴会厅。深秋的晚风狠狠吹在他脸上，吹干眼角的诗意，也吹醒了他过往所有的天真与软弱。他一路走出林家别墅，站在空旷清冷的路边，看着眼前车水马龙的繁华夜景，只觉得无比荒唐。20年豪门生活，如同一场转瞬即逝的美梦，一朝梦醒，一无所有。没有身份，没有家人，没有爱人，只剩满身伤痕与无尽屈辱。没过多久，2辆朴素的家用车缓缓停在他面前。一对衣着朴实、眉眼温柔的中年夫妇快步下车，看着狼狈落寞的林夕，眼眶瞬间通红，满眼心疼。小希，我的孩子，
委屈你了。女人快步上前，小心翼翼地拉住他的手，指尖满是温柔的暖意，是林夕20年从未感受过的纯粹疼爱。我们是你的亲生爸妈，终于找到你了，跟我们回家。温热的触感抚平了林夕心底些许的寒凉。他看着眼前质朴善良的父母，看着他们眼底毫不掩饰的疼爱与愧疚，紧绷的神经骤然崩塌，隐忍已久的泪水终于汹涌而出。20年锦衣玉食，却从未被真心善待。一朝跌落尘埃，平凡朴素的亲生父母却给了他最纯粹最滚烫的爱意。林夕靠在母亲怀里，无声落泪，心底默默立下誓言，从今往后，她不再是那个温柔怯懦、事事退让的邻家养女林夕。过往温柔平常心，尽数封存。那些欺她、辱她、算计她的人，她定会一一讨回，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，活出真正的人生。回到亲生父母的普通小家，林夕彻底褪去了过往豪门千金的光环。没有奢华别墅，没有锦衣玉食，没有众星捧月的待遇，只有温馨朴素的3室一厅和父母无微不至的疼爱与呵护。亲生父母都是勤恳踏实的普通人，家境寻常，却把所有的温柔与偏爱都给了失而复得的女儿。他们从不催促林夕振作，只是默默陪伴，细心安抚她的情绪，尽力弥补她20年缺失的亲情。可安稳平淡的日子终究没能持续太久。那些在订婚宴上践踏她尊严的人，从未打算放过她，依旧一次次打扰她的生活，肆意嘲讽折辱落魄的她。林夕为了不拖累父母，也为了靠自己站稳脚跟，找了一份普通公司的文职工作。她褪去所有娇气，踏实肯干，认真负责，做事细致稳妥，很快就适应了普通职场的生活。她本想安安静静工作，慢慢沉淀自己，开启全新的人生，可麻烦却接踵而至。这天上午，林夕正在工位上认真处理工作文件，办公室的大门突然被人狠狠推开。妆容张扬，衣着华贵的林媛媛踩着高跟鞋，带着一身傲气，径直走进来，身后还跟着几个随行的朋友，个个眉眼轻蔑，像是来看一场绝佳的笑话。整个办公室的目光瞬间聚焦过来，所有人都好奇地看着这位突然闯入的豪门千金。林媛媛走到林夕工位前，居高临下地打量着朴素工装、素面朝天的林夕，眼底满是毫不掩饰的讥讽与优越感。他抬手随意扫过林夕简陋的办公桌，语气刻薄张扬：我的好姐姐，没想到你现在过得这么落魄啊！挤在这么小的办公室里，做着卑微的底层工作，辛苦吗？林夕抬眸，神色平静，没有丝毫波澜。经历过订婚宴的背叛与身世的巨变，他早已看淡了这些肤浅的攀比与羞辱。他淡淡开口：靠自己双手赚钱，踏实安稳，不偷不抢，不算落魄。踏实安稳。林媛媛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，嗤笑一声，故意拔高音量，让整个办公室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。姐姐，你就是太没出息了。以前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放着豪门大小姐的日子不过，偏偏生性寡淡，毫无野心。现在好了，一无所有，只能窝在底层苟活。你看看我，现在我是林家唯一的大小姐，住豪宅，穿高定，众星捧月，凯哥对我更是百般宠爱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他句句炫耀，字字诛心，刻意撕开林夕最狼狈的过往，只为满足自己扭曲的虚荣心。随行的几个朋友也纷纷附和，言语间满是嘲讽。果然是假千金，
底蕴就是不一样，天生的小家子气。以前还以为他清冷脱俗，原来就是没本事，不上进，现在落魄了，也只能认命。跟圆圆小姐比，简直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，差距太大了。刺耳的议论声环绕在耳边，林夕握着鼠标的指尖微微收紧，心底的平静再次被打破。他本想低调度日，奈何旁人步步紧逼，从不给他半分安宁。他的平常心终究还是被无休止的恶意彻底搅碎。林夕抬眸，目光清冷锐利，直直看向嚣张跋扈的林媛媛，语气冰冷：我过得如何，与你无关，请你立刻离开我的工作区域，不要影响他人工作。我偏不走又如何？林媛媛愈发嚣张，伸手直接推倒林夕桌上的文件，散落的纸张漫天飞舞，凌乱地铺满地面。林夕，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看你现在有多狼狈。你霸占我20年人生，抢我家人，风光20年，现在活该跌落泥潭，受尽苦楚。巨大的动静引来了部门高主管，高主管看清来人是林媛媛，得知她是林氏集团的千金，瞬间满脸谄媚，快步上前殷勤讨好。他转头看到站在原地神色平静的林夕，当即脸色一沉，不分青红皂白的厉声呵斥：林夕，你怎么回事？竟然敢招惹林小姐，还在办公室闹事，扰乱秩序，立刻给林小姐道歉。林夕眉眼微凉，语气坦荡：我没有闹事，是他擅自闯入工位，故意捣乱，打翻我的文件，寻衅滋事，还敢狡辩。高主管脸色愈发难看，全然不顾是非对错，只想着讨好豪门千金。林小姐身份尊贵，怎么可能故意找你麻烦？肯定是你言行不当，得罪了林小姐。我看你就是不知好歹，仗着自己有点资历，就肆意妄为。现在立刻道歉，不然你直接卷铺盖走人。职场的趋炎附势，人情冷暖，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只因身份落差，所有人都不分黑白，一味偏袒嚣张跋扈的林媛媛，肆意打压安分守己的自己。林媛媛得意的勾唇，挑衅的看着林夕：姐姐，听见了吗？现在的你，人人都可以随意拿捏，我劝你乖乖给我道歉，别自讨苦吃。看着眼前颠倒黑白的众人，看着高主管趋炎附势的丑陋嘴脸，林夕心底最后一丝隐忍彻底消散。他不再退让，不再维持所谓的平和，抬眸看向高主管，声音清冷有力，带着不容置疑的气场：我没有错，绝不道歉。而且你没有资格开除我，因为你根本不配。高主管瞬间被气笑了，满脸讥讽：我没资格？我是部门主管，开除你一个底层员工易如反掌，你一个一无所有的落魄弃女也敢在我面前嚣张。就在众人纷纷嘲讽林夕不自量力之际，林夕缓缓拿出手机，点开一条早已收到却从未动用过的身份信息，清冷出声：我本想低调生活，安稳度日，奈何你们步步紧逼，非要打破我的平静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不再隐瞒。他抬眼，目光扫过满脸错愕的高主管和神色得意的林媛媛，字字清晰，掷地有声：我并非无依无靠，我不姓林，我姓周，我是周氏集团唯一的千金，周夕。周氏集团，周氏集团，这4个字如同惊雷，狠狠炸响在办公室上空。周氏集团是远超林氏集团的顶级豪门，是城中真正的顶尖权贵，实力、财力、人脉都远远碾压林家
是所有人都只能仰望的存在。高主管脸上的嚣张与谄媚瞬间僵住，瞳孔骤缩，脸色肉眼可见的变得惨白，双腿微微发软，满脸都是难以置信的恐慌。林媛媛脸上的得意笑容也彻底碎裂，瞳孔剧烈收缩，浑身僵硬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怎么可能？那个被他肆意嘲讽、肆意践踏的落魄弃女，竟然是顶级豪门周家的千金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林媛媛强行稳住慌乱的心神，厉声反驳。你就是被赶出林家的弃女，一无所有，怎么可能是周家千金？你分明是撒谎骗人，想装腔作势唬人。就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，办公室大门再次被推开，几名身着黑色正装、气场沉稳的黑衣保镖快步走入，整齐有序地站在林夕身侧，躬身行礼，态度恭敬至极。大小姐，属下前来接您回家，老爷和夫人早已等候多时，盼您归府。恭敬的话语，专业的排场，容不得半点虚假。全场众人彻底呆滞，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彻底傻眼，脸上写满了震惊与懊悔。高主管双腿一软，差点当场瘫倒在地，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的衣衫。他刚才竟然当众刁难、呵斥、威胁顶级豪门的千金，简直是自寻死路，胆大包天。林夕目光淡漠地看向面如死灰的高主管，语气没有丝毫波澜。你仗势欺人，是非不分，滥用职权，肆意打压员工，讨好权贵。从现在起，你被开除了。简简单单一句话，却带着绝对的权威，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。高主管浑身颤抖，慌忙上前想要求饶。周小姐，我知错了，我有眼无珠，我错了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饶过我这一次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求您。林夕懒得再看他一眼，目光转向脸色惨白、浑身僵硬的林媛媛，语气清冷锐利。林媛媛，你仗着林家身份，肆意闯入我的工作场所，羞辱挑衅，肆意捣乱，践踏我的尊严。往日我念在20年姐妹情分，一再退让，百般包容，可你从未半分悔改，反而变本加厉。你霸占我的人生20年，享受本该属于我的一切，如今不知感恩，反倒处处加害于我。从今往后，你我之间再无半分情分，你欠我的，我会一点一点全部讨回来。林媛媛被他冰冷锐利的目光看得浑身发寒，心底的优越感彻底崩塌，只剩下无尽的恐慌与慌乱。他引以为傲的林家身份，在真正的顶级豪门周家面前不堪一击，不值一提。他一直嘲讽践踏的人，竟是他这辈子都遥不可及的存在。巨大的落差与恐惧席卷全身，让他浑身冰冷，几乎站立不稳。林夕不再理会失魂落魄的林媛媛，在一众保镖的簇拥下，身姿挺拔，从容淡然地转身离去。走出普通的办公大楼，门外停着一排黑色豪车，气场恢宏，震撼人心。坐进舒适奢华的车内，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，林夕心底波澜不惊。他并非刻意隐瞒身份，只是素来喜欢平淡安稳的生活，只想以普通人的身份安静度日，守住自己的平常心。可世事从不遂人愿，人心贪婪险恶，他的平常心终究一次次被世俗的虚荣、恶意与偏见打扰、碾碎。既然温柔隐忍换不来善待，那他便收起所有柔软，以锋芒立身，以实力护己，从此不再任人欺凌。回归周家的林夕，
彻底开启了属于自己的顶级人生。周氏夫妇寻女20年，满心愧疚与疼爱，将所有的偏爱与宠溺都倾注在她身上，恨不得把世间最好的一切都捧到她面前。他们怕女儿受委屈，怕女儿不习惯豪门生活，想尽办法弥补她20年缺失的亲情与荣华。豪宅、豪车、无限额黑卡、海量资产尽数交到林夕手中。周父更是直言不讳地告诉他，周氏集团的所有产业、全部资源尽数由他支配，任由他随心使用。为了让女儿彻底开心，弥补她过往所有的遗憾与委屈，周家特意筹备了一场空前盛大的回归晚宴。这场晚宴旨在正式向整个商圈、整个城市宣告，周氏真正的千金周夕时隔20年正式回归。晚宴排场盛大，规格顶级，远超林家所有宴会。城中所有顶级权贵、商界大佬、名门望族尽数受邀到场，无人敢缺席。整个宴会厅奢华璀璨，流光溢彩，气场恢宏，尽显顶级豪门的底蕴与气派。林家自然也在受邀名单之中。林父林母得知林夕的真实身份后，终日惶恐不安，懊悔不已。他们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嫌弃、抛弃、苛待了20年的养女，竟是顶级豪门周家的掌上明珠。而他们倾尽所有疼爱、偏心的养女林媛媛，不过是一个鸠占鹊巢、虚荣狡诈的外人。侯凯更是满心悔恨，懊恼至极。他当初为了虚荣背叛婚约，当众羞辱林夕，舍弃顶级千金，选择了普通林家的养女。如今想来，简直是愚不可及，荒谬至极。他迫切想要挽回局面，想要重新攀附上周家这棵顶级大树。于是林父林母带着林媛媛，侯凯紧随其后，4人厚着脸皮盛装出席周家晚宴，企图在宴会上挽回过错，博取林夕的原谅，重新搭上周家的人脉。晚宴之上，林夕身着一身高定黑色礼服，身姿窈窕挺拔，气质清冷金贵，褪去了往日的温柔淡然，多了几分顶级豪门千金的从容气场，眉眼清冷疏离，一举一动皆是优雅贵气，惊艳全场。他安静站在2楼露台，俯瞰楼下满堂权贵，神色淡然平静。纵使身处万丈繁华、万众追捧之中，他骨子里依旧保留着那份淡泊通透的本心，从未被浮华迷眼。只是经历过世事险恶，这份平常心早已多了锋芒与底气，不再是软弱可欺的温顺。小希，今天之后，整个商圈都会知晓你的身份，再也无人敢欺你半分。周母温柔地替他整理裙摆，满眼疼爱。过往所有委屈，爸妈都替你一一讨回，绝不会让你白白受辱。林夕轻轻点头，眼底澄澈淡然。谢谢爸妈，我都明白，过往恩怨我自有分寸，亲自清算。就在这时，林家人与侯凯快步上前，打断了母女2人的对话。林父率先上前，脸上堆满尴尬与谄媚的笑容，语气卑微讨好。小希，我的好孩子，以前是爸妈不对，是我们有眼无珠，识人不清，错待了你，你千万不要记恨我们，我们心里一直是惦记你的。林母也连忙附和，眼眶泛红，假意忏悔。是啊，小希，20年母女情分，岂能说断就断？以前都是圆圆撺掇我们，是我们糊涂，你原谅我们这一次好不好？侯凯紧随其后，满脸懊悔，语气急切。阿希，我知道错了，当初是我鬼迷心窍，肤浅虚荣，被蒙蔽了双眼，
不该背叛你，羞辱你。我心里真正爱的人一直是你，我和圆圆只是一时糊涂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重新开始。三人轮番道歉，假意忏悔，字字句句都在博取同情，企图让林夕心软原谅，既往不咎。唯独一旁的林媛媛脸色惨白僵硬，眼底藏着不甘与嫉妒，死死盯着万众瞩目的林夕，满心都是扭曲的愤恨。他不甘心，凭什么林夕生来就是顶级豪门千金，拥有无尽荣华，万千宠爱？凭什么自己霸占20年的人生，终究是一场空？凭什么他机关算尽，最终还是一败涂地，沦为所有人的笑话？极致的嫉妒与不甘冲昏了林媛媛的头脑，她彻底不顾场合，不顾后果，上前一步，对着林夕厉声质问：林夕，你何必如此赶尽杀绝？我们已经低头认错了，你还要咄咄逼人？就算你是周家千金又如何？我在林家生活20年，拥有的一切都是我应得的，你凭什么毁掉我的一切？疯狂的质问瞬间吸引了全场所有人的目光，众人纷纷侧目，看着失态疯狂的林媛媛，满脸诧异。林夕垂眸，清冷的目光落在歇斯底里的林媛媛身上，语气平静，却带着极致的穿透力，清晰传遍全场。你应得的，你所有的一切本就是属于我的。20年亲情，20年荣华，20年人生，都是你从我这里偷走的。你靠着窃取我的人生，享受20年锦衣玉食，众星捧月，却从未心怀感恩，反而日复一日算计我，羞辱我，践踏我。你插足我的感情，抢走我的未婚夫，在我落难时落井下石，步步紧逼，桩桩件件皆是你咎由自取。林夕字字清晰，句句有力，将林媛媛所有的恶行当众揭穿。随后他抬手示意，身后的工作人员立刻上前，当众投放出所有证据。林媛媛高考作弊，日常撒谎骗人，私下抹黑林夕名声，刻意挑拨离间，虚荣造假，冒充豪门，私下挪用林家公款，肆意挥霍的所有证据，一一展现在众人眼前，清晰确凿，无可辩驳。全场一片哗然，所有人都看清了林媛媛虚伪恶毒、虚荣狡诈的真面目。之前对她心存好感、羡慕她好运的人，此刻尽数面露鄙夷，满心不屑。原来她这么恶毒，全是装出来的乖巧懂事。偷了别人的人生还不知感恩，反倒处处加害原主，简直忘恩负义，狼心狗肺。高考作弊，肆意挥霍，谎话连篇，这般品行败坏，根本配不上豪门生活。刺耳的议论声铺天盖地袭来，林媛媛脸色惨白如纸，浑身颤抖，再也维持不住优雅的假象，狼狈不堪。侯凯看着眼前的一切，看着林媛媛不堪的真面目，瞬间彻底清醒，满心都是极致的后悔。他终于明白，自己当初到底舍弃了多么纯粹美好的人，选错了多么不堪的人。他气急败坏地推开林媛媛，厉声怒斥：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，你满口谎言，品行败坏，竟然连高考都是作弊得来的。我真是瞎了眼，才会背叛阿西，选择你这种虚伪恶毒的女人。林媛媛被狠狠推倒在地，狼狈不堪。她抬头看着彻底厌弃自己的侯凯，看着冷漠疏离的林夕，看着满脸悔恨的林家父母，看着全场鄙夷嘲讽的目光，彻底陷入绝望。侯凯连忙转头，再次卑微地看向林夕，苦苦哀求：阿西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彻底看清他的真面目了。
我对你是真心的，求你原谅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余生一定好好弥补你。林夕看着眼前虚伪自私、趋炎附势的男人，眼底没有半分波澜，只剩极致的淡漠与嘲讽。曾经他真心交付、满心期许的人，如今只剩丑陋不堪的功利嘴脸。弥补？你不配。林夕语气清冷决绝，没有丝毫余地。当初是你当众弃我、辱我、伤我，亲手撕碎我们的婚约，践踏我的真心与尊严。如今见我身份尊贵，便想回头讨好，苦苦挽回。你的真心太过廉价，我不屑一顾。我当初就算在街边随便找一个普通人，也远比你这种肤浅虚荣、见利忘义、背信弃义的小人要强100倍。你我之间早已恩断义绝，此生不复相见。字字诛心，彻底斩断了侯凯所有的念想。侯凯脸色惨白，浑身僵硬，再也说不出一句哀求的话语，满心都是无尽的悔恨与绝望。解决完二人，林夕目光平静地看向一旁惶恐不安的林父林母，语气淡然：20年养育之恩，我记在心底。过往20年，你们与我衣食，养我长大，这份恩情我已尽数回报。但你们不分是非，偏心护短，在我受辱之时苛待我，抛弃我，任由我被人算计、欺凌，这份冷漠与伤害，我也未曾忘记。从今往后，我与林家两不相欠，再无任何关系，你们好自为之。话音落下，彻底划清了与林家20年的纠葛。林父林母脸色惨白，满心懊悔，却无力挽回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切尘埃落定。随后，林夕淡淡开口，宣告最终的结局。林氏集团多年来经营漏洞百出，账目混乱，靠着投机取巧勉强支撑。今日起，周氏正式收购林氏所有产业。一句话，彻底敲定林家的结局。林父林母浑身一软，险些当场瘫倒，苦心经营半生的产业，顷刻间尽数覆灭。这场持续20年的错位人生，恩怨纠葛，终究彻底落幕。虚荣狡诈者自食恶果，忘恩负义者满盘皆输，趋炎附势者一无所获。